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这个品种是港股的速腾巨创。这支票其实我们之前说过2次，第一次是在4月28号，当时给出的建议是这支票底部出现；第二次是在8月7号，当时给出的这个结论是整体上涨运行结构还没有完成。从上周五的这个直播以及到昨天，这个品种约稿的人特别多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或消息面有什么重大变化吗？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那这里首先提前预祝大家11和中秋节快乐。那目前我个人认为到现在又隔了这一个快将近2个月时间，它的整体走势依然没有结束依然没有结束。因为整体向上的反弹结构它不完整，它虽然走得慢但是上方还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没有出现。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跟踪这支票。那首先我们还是先画一下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前期第一次反弹的它的一个力度，基本上是处在236和382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并且它第一波整体上行的走势呢它是出现了一个疑似这个引导楔形的一个结构，这可以看作是反弹的第一波 A 浪。之后从相对的高位开始展开了2次回落，这个回落走势它是一个3波形态，内部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次级别的 ABC 走势。那么整体来看它是一个 B 浪。那当前我们应该就是处于这波整体的 C 浪上行的这个阶段而且这个 C 浪上行它应该和之前的这个蓝色段的 A 浪走势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应该也是一个5波推动的一个形态，5波推动形态。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一阶段的走势。这一阶段走势整体来说，第一波形态也是一个引导楔形，或者是一个5浪推动，更准确的说它应该是一个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完成了第一波走势。那这一阶段走势它应该是 C1， 之后从这个42块钱展开的回落，这次的调整应该是个 C2。那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处于这波 C 浪3的上涨周期当中C 浪3的上涨周期当中。但是在视频开始录制之前，我也刚才数了一下这个 C 浪3的内部结构当前是运行了1 2 3 4 5 6 7 8 9，运行了一个延长浪的9波。虽然结构出现了延长浪结构出现了但是它整体的幅度大家发现没有，并没有特别强的一个爆发特别强的一个爆发。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可能从目前的9波走势再延长出13波走势，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我们可能会首先会画一下它的黄金分割，先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 C3 整体走势就是比较弱，它整体的幅度通过棒尺来看的话，也就稍稍超越了 C1 的一个幅度，稍大于 C1 的幅度，超过1倍了，对吧？那这里有没有可能整体的 C 浪后期向上发展，按照这样的预期发展，有没有可能走出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我们去考虑的。C4 再向上完成一个 C5。那么昨天我们在 B 站上更新的视频主要是美股的 Reddit 还有一个就是上周五咱们那个 B 站直播的一些内容，这2个视频。那其他昨天我们更新的内容比如港股的老铺黄金、港股的李宁以及港股的优必选，我们都是放在会员群里面去更新了。这样的结构形态也成立也成立，只不过说白了没有之前我们第2次视频当中预期的形态结构那么高，可能第2次结构形态我们会看到这个 50% 以线，也就是74。那如果按照弱势结构形态来看的话，那么目前来看我们可能只能看到 0.32 的位置，也就是 59.20 附近。当然这个 C3 如果继续从目前的9波延长发展成13波延长的话那是有可能还是按照原来第一种预期去发展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万一怎么办万一出现这种小概率事件，或者说万一出现这种弱势上涨的形态怎么办？那按照目前的这种预期，如果走出弱势调整的形态，或者是弱势反弹向上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 C3 结束之后，其实当下它就是处于这个 C4 当中。那后期整体的回落，我们可能就要关注到这个618线，也就是 35.80。只有等到回落到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出现对应周期的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我们才能参与到最后一轮的3浪5的波段上涨机会啊！而且这个3浪5的波段上涨，我们可能会看，首先会看到上一次 A 浪的高点 3.50， 如果突破了，我们会看到382 59.20， 上方整体的压力目标位就是这两个啊，就是这两个。好，我们看一下上一次高点 53.50 啊。所以最近对于这支票来说的话，虽然它整体上涨的结构形态还不完整，后期我们依然是保持看涨做多的思路，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此处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回撤，然后才会展开最后的 C 浪5上涨。所以当前最近几天，如果你前期按照咱们的预期在相对的低位持有仓位的话，那你最近就是重点关注这个39点，也就是 39.90 附近这一线的这个支撑 39.90。 如果此处守住了，那么继续我们向上看 C 浪3内部可能会发展出这个13波延长。那整体走势向上的话， C3 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51，还有刚才说的 A 浪的高点 53.50 这个位置。但是此处一旦跌破，我们就要考虑 C4 结构的出现，那后期我们只能等待 35.80 附近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才能再次介入这个新一轮的 C 浪5的上涨。而这个 C 浪5的上涨可能会直接突破上一次的这个 A 浪高点，直接往59附近来看，往59附近来看。所以对于它的短期走势，目前是两种预期。常规的走势就是 C1、C2、C3、C4 起来做，我们考虑做 C5。小概率事件就是 C3 内部继续发展，走出13波之后才会出现 C4 调整以及最后的 C5 上涨。所以这两点位置是大家值得近期重点来关注的 39.90 这个位置。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目标，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 C3 截止到目前它整体的力度不是很强，所以我们先降低预期，后期整体还是先往382附近看，到时候再说，看这个 C5 是否会补足前面整体涨幅不足的部分是否会考虑，是否有可能会往74位置去冲击。但是当下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先保证第一个目标位能碰到再说。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港股速腾巨创的第3次更新小级别结构可能会有变化，这里一定要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持有底仓的话，这个时候随着你的辅盈增加，你是要不断的提高你的这个防守的位置，或者说止损的位置，至少保证你这笔交易不会再从目前的盈利状态变为一个亏损状态。最起码说白了就是说，这笔交易我可以考虑白干，但是不能让我亏。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